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人民币汇率上升背后的政治账。人民币汇率上升最近是一个热点，讨论的人也很多。我最近因为美国大选和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所以我就没有做啊。那么今天我正好看了一下，没什么特别突发的新闻，我就今天讲讲人民币汇率啊。人民币汇率有很多的说法，特别是最近的一些券商啊，主要是这是大的券商在唱好人民币啊。那么，因为毕竟人民币涨了蛮多的啊，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我现在找了两个我认为非常靠谱啊，就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叫高占军啊。高占军他原来是中信证券的董事总经理啊，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啊，他在美国。另外一个叫管涛，管涛是中银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啊。那么这两个谈人民币，我觉得都是比较在中国来说哈。比较靠谱，是我比较认同，我比较觉得比较好的啊，所以我基本上我就选了这两位叫分析家的说法啊，我会跟大家描述一下，然后我会再放一些事实放进去，然后我再讲我的看法，这样的话就比较我觉得会比较丰富一点，然后观点角度也有一些不同，所以大家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分析啊。因为人民币汇率这件事情呢，看上去呢会比较专门，因为它的确是有点专业，财经知识的储备需要多一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但是呢，它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就虽然不要说我们在美国生活啊，在美国生活也会有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的点啊。虽然人民银行也会最近有一些新闻，但是我觉得人民币汇率更重要啊，所以我们讲一下。但我尽量的用一些相对浅白的一些表述方式来解释。希望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好吗？啊，我先讲讲高占军的观点。他这么说，他说5月下旬啊，5月下旬是今年人民币汇率的最低点，当时是一美元兑换7.17啊，我印象中是靠近了7.18，7.18是一个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节点啊。那么现在人民币汇率是1美元兑6.57啊，那么5个多月涨了8.2%，这是个很大的升幅啊，在汇率市场里面，这是个比较，就是说你一个当然有一些急升急降也会有啊，但是5个多月涨8.2%是一个蛮大的升幅，但是呢，相对于美元的大幅就是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大幅升值，但是其实同期呢，其他的货币对美元也在升值。你比如说英镑也升了8.2%啊，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更多9.2%，所以其实呢，就是过去5个多月呢，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人民币的问题，是美元的问题啊。那么所以从5月份到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其实是美元在贬值，就美汇指数在下跌，因为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是下跌的，所以人民币也涨了。这是高占军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如果你从年初开始比的话，人民币升了多少呢？人民币对美元是升了5.5%，就从今年年初啊。对欧元升了0.9%，对英镑欧元对美元是从年初开始到现在，欧元对美元是升了0.9%，英镑对美元是贬值0.1%，人民币对美元是升了5.5%。你由此可见，那么从全年来看就是说
从1月份到11月份，那么人民币升了5.5%，还是蛮可观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先搞清楚人民币发生了什么情况啊。所以从全年来看，从1月份来看，人民币还是升值了，这是一个啊。那么就着人民币升值呢，像华尔街的这些券商啊，比如说高盛啊，他们就开始看好人民币啊，就是说高盛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啊闪辉啊今天说啊，他说非常看好明年人民币的走势啊，他说明年美元指数会贬值6%。美元贬值，人民币对其他货币会持平，所以对美元来说是升值的。他说12个月以后啊，通常这些券商都会做一些很具体的分析。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6.3，现在是6.57啊，6.3，那么中间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他给出了3个理由，第一个，中国经济面支撑人民币汇率；第二个，利率水平啊，利率水平就是美元对人民币的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间的息差啊，利率差啊。然后央行推进利率市场化啊，那么他说3个理由。那么除了高盛以外呢，这个其他的投行，其他的国际投行普遍都认为人民币要升啊，基本上从之前的6.5到6.7的区间，整体的升到了6.2到6.3、6.4的区间啊，就整体是上移了啊。那么这个高占军认为啊，高占军是这么看啊，高占军是说，他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要兼顾个性和共性的问题啊。人民币升值主要有4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疫情发展的比较早，也控制的比较早啊，所以经济表现好于其他的经济体，所以信心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是宽松的啊，这个人民币宽松货币，我们之前讲过啊，人民银行大水漫灌，疫情之后也是宽松货币啊。但是相对于美国、欧洲跟日本来说，那么中国的货币宽松的规模没有美国，特别是美国没有美国那么大。美国基本上是联储局是无限量供应美元，当然是讲的是金融危机那一阵啊，4月份、5月份的时候，但现在也慢慢的往回收啊。那么相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宽松，没有欧美国家来的那么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美国等经济体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极度宽松，所以呢财政力度很大，这个国民的收入没有减少，反而这个储蓄是增加了的，所以消费需求很强劲啊，这第三个。第四个，人民币升值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什么特殊的原因呢？就是由于各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都采取很宽松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所以呢降低了全球经济和金融风险。降低了金融风险之后呢，金融风险一下降，美元的需求下降。我觉得高占军这个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其实这是解释为什么最近下半年以来，就是说6月份以来，美汇指数持续下跌的原因。持续下跌的原因，除了美元就是联邦储备局在供应货币供应量很大，导致美元的这个市场充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高占军讲的因素，就是不仅仅是美国宽松货币，全世界都在宽松货币。当全世界都在宽松货币的时候，金融风险就下降了。因为大家知道，金融危机出现有一个问题是影响很大的，就是市场就会紧缩，大家都会把
把那个投资你所有的头寸全部收回来，装到口袋里，不投资。大家把钱全部装到口袋里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市场一下子这个银根就会收紧，银根一下收紧的话，会扩大这个金融危机的范围和程度。所以呢，各个国家中央银行都宽松货币，一宽松货币，市场上其实银根就没有收紧，因为央行的货币供应在增加，这样它抵消了这个金融风险。当金融风险一下降，后果是什么？大家不需要美元了。当时美联储为什么说我向市场上无限供应美元？原因是按照传统的智慧，金融危机一来，大家都抢美元，所以美元需求很大。现在金融风险一下降了，美元的需求就没那么大了。但是联储局这个钱是出去了，钱出去了没那么快回来的，因为你还得通过市场操作慢慢的往回倒，这个有个过程。你倒泼水出去，跟你把水瓢舀回来，这个程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中间有个时差时滞，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美汇指数的下跌。高占军这个解释的非常到位，我非常欣赏啊。所以呢，总之呢，人民币近期的快速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特殊阶段的事件驱动。如果这件事情结束了，就是特殊事件的事件驱动，他认为是事件性的啊。那么如果这事件一结束，这种急升就会相应终止啊。这高占军的基本的看法啊，他认为就是说人民币急升不可持续啊。这因为他讲的这几个因素有2个因素啊，一个因素就是就是我讲的这个美元需求的这个因素啊，就是金融风险下降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慢慢的消失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元贬值这个因素会慢慢消失。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其他国家的疫情的因素啊，其他国家疫情还是很严重，那这也是个事件性的因素。所以高占军认为人民币急升的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啊。那人民币最近是升了5%到8%吧，我们大概这么说啊。那么影响有多大？影响是这样的，我找了几个例子来看。一个是安徽有一家这个服装进出口公司啊，进出口公司它7到10月份，他们出口金额约是1.5亿美元。他们的结汇贸易公司啊，结汇的时间会比出货时间晚1个月到45天，因为他收到钱，然后还要申请结汇等等，它通常会有一个时差，就是说你货出去啊，然后你收到钱，然后再去结汇，有1个月到45天的这个时间的时差。那由于人民币一直在升，那就按照这个汇兑损益 0.2， 它损失了多少？3000万。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汇率影响很大。为什么？它可能这1.5亿美元的货，出口1.5亿的货，它可能就挣3000万，可是这汇率一下子就把这3000万他挣的钱全部给他损失掉了。当然这个损失是账面损失哈，不是这个会计本上的损失哈，不是那个会计本上的这个损益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账面损失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海有一个做礼品的叫海飞欧啊，它是做礼品的公司。他说是这样，他说现在呢，人民币升值升得很快啊，他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结汇呢又怕人民币继续升，结汇呢他又很矛盾啊。这里面因为人民币升值很快呢，他有一些就把他的一些利润给冲掉了，就跟这个安徽这家公司情况是有点像啊。他说平时呢
会做一些锁汇。什么叫锁汇？就是我们叫这个叫做一些远期期货的对冲啊，就是说我要收到1亿美元，那我在市场上就对冲1亿美元的这相应的汇率的这远期合约啊，万一人民币升了，我这个汇率是固定的，但是你买这张合约呢是有成本的，那可能得花个10万20万，甚至是可能是会更高一点啊，去对冲这个风险啊，就是说你如果汇率有损失，可是你在期货市场有收益，把它平掉，叫锁汇啊。那么但是现在呢，就实在是很矛盾，不知道这个汇率会怎么走，所以他们现在也非常的矛盾，因为如果这汇率持续的走，实际上他再做业务是没有利润的，所以公司已经提前年底务虚。什么叫务虚？就是结束旺季，就开始就准备放假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做服装辅料出口，佛山的一个企业啊，他说这个10月10号以前接到的订单比较多，那么随着这个美元持续的贬值，然后人民币升值，上个星期一个星期都没有接到订单啊，那么这些东莞的一些就像什么日用品啊、猪窝布啊、玉莲啊这些，就是日用品、日用百货的生产厂家，他说他们影响就非常的大，因为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少，价格人民币汇率一上来，它价格就涨啊，然后价格不涨的话，他没钱挣，他要这价格涨，价格一涨，订单就开始下降啊，就是对企业来说是有影响啊，影响。那好，我就大概讲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影响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影响就是上海的一个厂家，我也说一下。他说明年春夏的新品，客户下单很审慎，而且现在客户都开始分单，就是给他们一点订单，再给越南一些订单啊，去越南有些厂子有些订单跑到越南去了。这样的分散订单，这个情况是比较明显啊。好，我来讲讲这个管涛啊，就中银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啊，他是这么说，他说是外汇市场是个有效市场，而且随机游走，线性变化就是这样的线性变化。所以很多人的预测呢，是基于目前已经掌握的信息，然后简单的往前推啊，推导一个结果。所以呢，通常出现的情况是，说利率会涨呢，就一直涨；说利率跌呢，就一直跌啊。所以这是不对的啊，这是非常不对的。他说，其实呢，这个现实当中，一个货币的升值和贬值的因素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哪个因素影响更大啊，哪个因素影响相对比较小，它就会导致这个货币的涨跌啊。他说我对汇率有两个重要的判断，两个重要的判断，就一次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当时3月13号美国刚刚经历了第2次熔断，然后3月14号他就发了一篇文章啊，讲那人民币稳定的因素啊，稳定有3个因素，第一，疫情控制了，经济率先复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有较大的政策空间。3，中外利差扩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后来他说这个汇率的走势印证了我的观点啊。那么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观点，什么观点？我觉得高占军也一样，高占军有一个特殊观点，管涛有一个特殊观点。他说人民币升值是因为贸易顺差增加的原因吗？他说是这样，他说在2014年之前啊，2014年之前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啊，这个逻辑成立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口增加会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啊，他说2014年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但是在2014年之前，中国长期的是双顺差，就是贸易顺差跟资本顺差，长期的顺差，这两个顺差推动了人民币的升值。但是在2015年之后，这个逻辑不成立了。为什么？因为2015年是中国历史上顺差最高的一年，贸易顺差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811汇改。811汇改其实就改变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一直在涨到2015年811汇改，811汇改就开始人民币进入这一轮的贬值那么所以呢，他说我做了一个体力活，就是把人民币的顺差和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做了一个表，对比一看，就发现顺差的增加和减少跟人民币的升值贬值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说看出了一个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说那为什么人民币这个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他说就是前面讲的那3个那这3个里面包括了涨和跌的因素，所以涨的因素更多，所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那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有严重的影响吗？他说要从2个角度来看。我刚才不是讲看到一些例子就是出口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他说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人民币汇率上升，你可以看到主要是对美元的上升，但是对其他的货币上升并不多所以实际上我们要讲出口，因为出口不只针对美国还有对欧洲、对日本、对东南亚，所以实际上它的影响也是多边的就是说不是单边的，就是说只看美元对美元的汇率这个讲法是有道理那么大体上就是这样，这是管涛的观点。我觉得管涛讲的非常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人民币就是中国的外贸出口的顺差，就是贸易顺差和人民币的升值没有直接的关系，从2015年开始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判断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我的观点这前面都是珠玉在前，我就狗尾续貂一下我认为人民币下半年上涨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出口反弹。出口反弹为什么虽然管涛讲中国的贸易盈余对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出口的反弹却对中国人民币的上涨有非常大的影响。原因在哪里？因为进入下半年以来，也就是中国经济开始恢复正常常态化以后，其实在整个中国经济当中只有一个亮点，就是出口。出口是下半年的出口的壮旺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回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出口的反弹是对人民币汇率上升起到了一个基本的支撑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或者叫息差，就是人民币利率和美元的利率之间的息差，这个息差很大，已经是基本上现在是最大的一个这样的息差。那这个息差支撑了人民币的反弹，人民币汇率的反弹尤其是刚才这个高占军讲的，就是美元的需求在下降，美元需求下降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就反弹了这是2个因。这我认为从经济的角度就是这2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人民银行对这2个因素的应用就是这就不是经济因素，这就是政治意图那么
大家知道2点。第一点，人民币汇率受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当然受。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上形成的，所以它是受市场因素影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人民币的汇率不完全受市场经济的因素影响，还受什么影响？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为什么？人民币是在整个的金融链条当中是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点，这个点人民银行没有让它完全市场化，人民银行有一个看得见的手在市场上这个上下其手所以这是一个那么我们要把人民币的汇率放在什么呢？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什么更大的范围？就是更大的图画来看，就是整体中国经济战略来看，就会看得更清晰大家知道，中国从3月份开始就是 reopen， 就是叫经济复原经济复原开放 reopen， 3月份开始 reopen， 4月份基本上就到位了，就是经济复原，整个社会运行基本上就到位了。然后中国就一直在讲2件事，第一个疫情清零讲这件事，第二件事中国经济恢复得很好它其实你可以看这疫情就我们叫后疫情时期，就是说3、4月份之后那么属于3、4月份之后，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节到现在都可以叫它叫什么呢？叫后疫情时期。在这个后疫情时期呢，中国的其实在进行下一场很大的棋这场很大的棋，其实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场经济战那么这个经济战呢，它要在从3个角度去营造大家的观感。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视的是什么？观感。观感就是生产力，因为它观感会影响很多的进程比如说你观感很好，你资金会来那么这个投资会来你甚至人员会来等等。观感很重要，中共是全世界最重视观感的一个政府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战的目的是要从3个角度去营造全世界看到它的观感。第一个，中国在疫情中表现优越然后反映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第一，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所以为什么要清零？我现在慢慢的理解就是说，你看中国在疫情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城市发生了1个案例或者2个案例确诊案例，全城封城，这个封城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全城封城是完全没必要的就1、2个案例那紧张的一塌糊涂。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要控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是要清零，清到你看不见为止觉得美轮美奂，这是从观感的角度。所以你才能够理解他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反应机制为什么这么强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强势反弹。所以你看为什么国家统计局现在以前造假我们说-1你比如说你经济下跌了 5% 他以前的造假是经济下跌 5%， 我就说经济下跌了 2.8%， 这样的话大家知道在下跌，但是没跌那么深他以前的造假大概是个这样的造假。现在是经济下跌 5%， 他直接就说我们涨了 1.8%， 他敢这么做。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他经济的强烈反弹，还是从观感的角度出发那么他的着眼点是哪里？其实他的着眼点不是现在，是明年。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国际这些投行华尔街很配合中共的这个策略因为他们的生意在他手上，所以你看这是国际投行
都在唱好明年中国经济。这个高盛说明年经济可以增长7%点几啊，都是这样来讲。中国自己都不好意思讲，中国经济都说，哎，我们受疫情影响5%吧。你看之前讲那个社科院出来讲，“十四五”年均增长多少？5%。如果年均增长5%，那肯定是后面前低后高。前低后高是什么意思？你刚开始低一点，后面好一点，慢慢复苏嘛。那你年均这个5年5%，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前面肯定不够5%啊，低于5%，那肯定最多也就4%点几，后面高一点6%点几，拉平了才5%啊。你大概可以理解是一个这样的。可是你看国际投行现在在讲什么？明年中国经济可能有7%以上的增长，这是什么？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拍马屁啊！就国际投行在拍这个马屁，他的着眼点其实你看，他现在营造的观感，他的指向是什么？指向是明年，因为只有你现在把明年的这个造势造好了，资金才会往中国跑，项目才能往中国跑。它其实就是一场所谓的所谓的经济战，其实还归根结底还是一场舆论战啊。好了，在这个大图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是哪里？就是人民币汇率。因为你虽然很多经济数据很靓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很多经济数据很靓丽，但是其实大家就知道那是假的，不靠谱。有一样东西是没办法造假的，因为市场出来的，大家都看得见，就是汇率。所以汇率是什么？汇率是在整个的经济这个大棋当中一个关键的点啊，这个关键的点。所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强劲，就可以什么呢？可以对我刚才讲的那3个结论，就是第一个，中国经济强势反弹；第二个，中国在疫情当中表现非常好，然后这个有制度性的优势；第三个，中国经济明年会更好。他为这个陈述提供什么呢？提供一个印证啊，提供一个印证，也提供一个什么呢？提供一个标准化的语境。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经济学家他们整个经济界啊，他们一些标准的语境是什么呢？他们标准语境就是中国疫情控制的最好，所以中国经济这个反弹的力度最大，这都已经成为标准语境。其实这个标准语境是不对的啊，就你没有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情掰开了看清楚，他们直接就套用这个语境，这个语境可以提供分析的框架，你一到这个分析的框架，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他要你得到的结果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中共的这种宣传术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应用，不是的，它每个领域都在用啊。所以呢，所以我认为呢，人民币汇率现行的它的分析的框架是个怎样的环境呢？有4点。第一点，决定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4个条件。第一个，人民银行的汇率操控系统，这个我以前有专门的题目啊，专门用专题讲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系统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之前去控制人民币汇率是通过什么手段？是通过市场手段，就人民银行直接在外汇市场，本地市场就是上海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海外就是香港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市场，它在这2个市场直接在这2个市场买进卖出啊。那么直接在这个市场买进卖出好方便的地方就是我想让它多少就多少。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当人民币在贬值的时候，人民银行会很快的把它的外汇储备用完，它外汇储备会减少。因为人民币在贬值，你在外汇市场，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就要卖掉美元去买人民币，
你不断的卖美元买人民币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外汇储备会慢慢的没有了。所以在2015年到2015年1年时间，就汇拐之后，人民币汇率就插水式的往下掉，插水式的往下掉，人民银行也没有选择，直接冲到市场里面去买人民币，花了多少钱？1万亿，多少？1万亿不是人民币，要是美元。所以原来人民币中国最高人民币的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有多少将近4万亿，现在跌到了多少？3万亿，就这么跌下来的。所以人民银行发现不行，我要控制人民币汇率，不能够在市场上控制，在市场上控制的往下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我们建立一套汇率控制系统。这个汇率控制系统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控制外汇需求。它通过两个角度，可能还有更多的领域啊，但是我不知道啊。这中国现在的策略就是不告诉你，它完全不透明，越来越不透明。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商业银行的零售网点，就是各个商业支行分行，每个网点每天控制出售外汇的数量。就是说你去换外汇，就是不让你换你想换的那个金额，永远不给你换你需要的金额，有的地方多一点，有的地方少，它不一刀切，它背后有个算法。总之呢，它通过控制需求来控制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控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有感受的是什么？把护照收掉，收护照，减少出口出游，减少中国人出国旅行的数量。为什么？这个其实很关键，因为在所有的领域当中，旅游是中国支出外汇规模第2大的项目。第1大的项目是什么？大家想不到哈。第1大的项目是知识产权，就是买专利的钱，这块是最大，就是手机付费啊，给 Google， 就是给 Google 付这个手机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费用等等，这些是最大量。所以他上来就控制什么？控制中国人出国的这个减少出国的这个人数，就收护照啊，所以你可以，当然还有其他的。它有系统的在后面控制这些事情，它就会在外汇市场美元的需求就会减少。当美元需求在减少的时候，它都不用出手，人民币汇率就稳住了，甚至上升了。所以呢，影响人民币汇率现行汇率的，在框架当中，我把它排在第一，就是人民银行的汇率操控系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疫情的发展。疫情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进入了关键节点，就是在此之前，疫情不受控制，不受什么控制？因为解决疫情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疫苗啊，疫苗没有出来，虽然中国讲它疫苗出来，但是我认为那是没有效果的。疫苗才是终结疫情的杀手锏，或者是根本手段。那么现在疫苗出来了，疫苗出来在12月份到明年1月开始全面的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开始全面的覆盖了，开始覆盖啊。那么在这个覆盖的进程当中，疫情会受到控制，疫情的控制会改变什么？改变现在的经济态势。中国为什么中国经济靓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经济状况的比较效果。就说中国 reopen 比其他国家做得好，原因是什么？中国这种强力隔离的措施啊，就是我们的第一人权标准的这个隔离措施啊，有效吗？有效啊，真的你可以见到这疫情受到控制，所以经济 reopen 啊，它做的比其他国家好。
那相对来说经济状况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忽略的，什么？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或者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杀伤力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两点，第一点，大量的中小企的倒闭，实际上呢会摧毁中国的经济活力。你可以看到的数据都是谁造出来的？都是国有企业造出来的，大厂全部都开着，所以这个大树跑不掉。但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的活力来自于什么？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大量的倒闭，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伤筋动骨。为什么？因为这些国企是没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中小企业，这是第一头。所以我说冲击损害最大的是中国经济。第一是原因在这里，这是第一。第二，在这场疫情已经把中国的这个家底掏干了。为什么？你可以看2万亿的这个针对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啊，就国债发行的2万亿直达的这个债，反映什么？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状况，它的家底已经翻上来了。就这两个影响，这两个影响是对中国来说是决定性的。所以疫情的发展会影响什么？影响人民币汇率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人民币的相对于美元的利差是维持人民币稳定的一个定海神针啊，这是核心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利差，如果利差不维持，那么人民币的汇率也维持不住。所以你可以看啊，其实人民银行是在不断的强化这个利差，而不是减少。所以有人说分析说，哎，讨论这个人民币会不会减息的问题，想都不要想啊。第四，在这个第四就是整体的，就是说其他国家汇率的情况会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情况。你比如说美元，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美元。美元未来美国经济，我相信如果今年年底12月份开始疫苗出来，开始接种啊，然后明年1月份全面推开，那我相信美国经济很快会反弹。美国经济反弹应该会对美元形成一个支撑啊，形成一个支撑，但是它不会升到哪里去。为什么？因为你毕竟宽松了这么多啊，而且新政府上台，他也不会希望你美元太强，还是希望美元弱一点，帮助经济复苏。所以我觉得美国，但是只要美元不持续下跌，人民币就会有压力啊，这是第4个条件。所以呢，你可以看哈，影响人民币汇率有3个变量。第一个就是疫苗，第二个是美国、欧洲、日本啊，就是西方这个国家经济的复苏的情况，这第2个变量。第3个变量，中国自己经济的情况。中国经济情况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糟糕，除了出口这块以外，其他都不行，都有非常大的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今天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大体上跟大家报告一下。总结一点，第一个，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我刚才取决于这3个要素，一个是疫苗，一个是美元，一个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自身的走势这3个要素。但是大的框架我刚才讲过了啊，就是人民银行的这个汇率操控系统等等啊，所以大家要判断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可以根据这个框架来分析。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具体的来讲啊，
因为这些都是变量，我们要根据这个变量一样一样去分析，好吧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今天虽然是个经济的主题啊，财经的主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去讨论一下其他的问题，好吗？其他问题我们也聊一下，因为最近相对来说是事情比较多嘛啊。明谢，伊丽莎白纽约，谢谢王老师，感恩节快乐，谢谢。啊，我这里忘了啊，祝大家感恩节快乐，谢谢啊。J 王，谢谢王老师，感恩节快乐，打卡伦敦，请王老师喝一杯英式下午茶，好，谢谢。苏珊 Rain， 谢谢，节日快乐。阮光能，谢谢。阿绿，谢谢。郭喷塞，谢谢。VLQS86， 谢谢王老师，感恩节快乐，谢谢。孙小乔，谢谢。安定，谢谢。冬虫夏草，谢谢，感恩有你。Helen 张，谢谢。张小鱼，谢谢。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情况：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对外贸易亏损。7月份签出去的合同到10月份，11月份收款，收到的美金直接汇率损失 5%， 差不多是这样。1个月到1个半月的话，差不多会有这样的损失啊。但如果你是7月份签的出口合同，11月份才收到款，那你的这个损失就大了。观点：每次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强国就把汇率提高，生怕被做空，但这样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想到前几天扶贫，完成扶贫就要摘掉扶贫线的帽子，名声好听了，但县里老百姓没有补助了，未来的生活堪虞。贫困县的那些款有多少到老百姓那里是值得怀疑的啊？问题：我前2个月陆续把资产换成美元，并汇到海外账户，但是美元汇率一直掉，感觉换汇亏了不少，总是想着晚一点换就省不少钱，我这心态是不是很不好？老实讲，看你在干什么，你这个钱是拿来干什么的。如果你是为了避险的话，那么有一些汇兑损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几% 的汇兑损失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可能找一个银行或者找一个金融机构跟你换钱的时候，稍微给你一点这个优惠啊，手续费少收一点，中间里外里也差不太多。所以我觉得关键你是看你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炒外汇的，要用 margin 来做这个交易的，那当然要小心，那可能会分分钟破产，因为你是杠杆。如果你说我是为了控制风险，不知道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我得把我国内的资产搬到海外去，那这几个点的损失，你看了，我是觉得问题不太大，你说呢？而且你想一下，你永久性的把资产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的就不是这1个2个月吧，你可能看的是几年时间，甚至10几年的时间，那怎么说呢？那可能你这个资产搬过去，你现在损失了 5%、7%，那你可能5年之后你又挣回来了呢，这个都不好说的呀。所以这个我觉得关键是看你这个换汇的目的是什么啊，目的跟这个价格的差异是有很大关系的啊。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人民币可兑换性越来越低，以及可兑换额度越来越跟兑换人的身份挂钩，人民币币值可能保持稳定，甚至会持续上升，但玩家入场的条件也会水涨船高，韭菜只能盯着汇率流口水。老实讲啊，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条件很多啊，我刚才讲过了啊。那么其中这些变量怎么变，那它后面的这个影响有多大，我没有办法量化来给大家看，我只能告诉大家有这些因素啊。
那么真正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价格，变成一个交易的条件，我没有这个条件，我不是做这个的有人专门做这个，所以你们可以去找专门的这个专家，理财专家或者是市场交易员去聊，他们会根据市场情况给你建议。我提供的是什么？我提供的是你的决策的一些判断的条件或者分析的框架，我提供的是这个，我不是提供市场指导，提供市场指导一定要是交易员才行啊。观点看似经济恢复，但公司不见了，外商跑光了，真的有营收进来都是谎言吧？观点中国的复苏是由于国际疫情大环境的失控，工厂关闭，而中国这段时间工厂恢复，出口增加，是这样情况。今天在滨州进行的 hearing 请注意 hearing 并非正式的法律听证会在 Gettysburg 举行，参与者为参议院多数党，就是共和党政策委员会，目的是听取2020年大选的问题和不寻常的情况。此会议由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共和党组织，第一。第二，情况二，川普团队在亚利桑那州和密西根州也同当地共和党参议院合作，举行类似的 hearing。关于共和党议员对邮寄选票不合宪的诉讼，本周27号当地时间11点30分进行法院听证会。网友说，宾州听证会与川普在宾州的选票没有关系，川粉为什么搞不明白 ？OK， 我这里讲一下。刚开始之前，网友问我为什么不做这个宾夕法尼亚的这个 hearing。我的朋友听过，我没有听这3个小时的听证会，因为我没有时间啊。那么我的朋友听完之后，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就决定没有做啊。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并不是一个参议院的听证会，这是参议院的多数党政策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不会对选票和选举制度提出任何的建议和影响，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没有做的原因。而且它只有参议院的共和党的议员参加，然后也没有州政府的人员参加，也没有州政府的选举委员会跟选举有关的官员参加回答问题。它只有所有川普团队的所有的证人去表达。所以他的任务是什么？这个听证会的主要的任务是解决让大家听到什么呢？听到这个川普律师团队他们的证人的声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并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听证会，他对这个选举的结果没有影响，这是我没有做它的原因啊。所以当然我觉得川普的支持者希望我去进行一个报道，然后通过这个报道来把这声音传递出来。我理解他们的心愿，但是我从一个新闻的角度来说，如果他对选举的对票没有影响的话，他的新闻价值就不是那么高啊，所以我就没有做。而且我本身没有时间去听这3个小时的听证会，所以我没有做，这是我没有做的原因啊。提问，很多人说昨天宾夕法尼亚州的听证会就是几个共和党人开个会而已，王老师可以科普一下吗？我听你以前说过，大意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不会让美国错得很厉害，老百姓总是能在选举的时候让美国回到正确的轨道。这次选举是不是这种情况？现在的情况是2个极端啊，一个极端是什么？一个极端就是川普团队在通过很多的方式，其实主要是在这个诉讼层面方式去解决他们的诉求。然后是拜登团队就是在往前走
啊，就是因为他现在还是叫什么，还是领先的啊，就是说如果川普团队的诉讼没有得到他们要的结果的话，拜登就是总统了，所以他继续往前走，他进行交接，进行准备，执政的准备，拜登是在朝着执政准备的方向在往前走，川普总统团队是朝着这个推翻现有的选举结果往前走。那这两个方向不平衡在哪里？不平衡的地方就是大体上我掌握的情况啊，不一定完整啊。我掌握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大事件的发生。就是说虽然各个州都有诉讼，但是各个州的诉讼从现在来看苗头不大啊，苗头不大。所以其实所有人都在等待什么？等待川普的律师团队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诉讼，这个根本性的诉讼能够扭转全局。这就是朱利安尼讲的，他们要搞个大秀啊，大家其实都在等这个大秀。当然他们也在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 hearing 啊，就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其实这是共和党组织的一个听证会，虽然它是组织者是以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叫多数党政策委员会的名义，但它不是参议院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举行的一个听证会，它是一个共和党组织一个听证会，所以他会在亚利桑那和其他的2个州也举行类似的这个情况。如果他不是参议院或者是参议院众院地方的参议院跟众院举行的这个听证会，它实际上对大选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川普团队是利用这个听证会的形式来向大家展示我们的证据证人，展示我们的想看我们得到的一些成果。那当然大家的看法会不一样啊，是这样子啊。那么美国的选举制度啊，当然现在川普的律师团队通过这个听证会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的证人，我们有很多的看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讲从诉讼层面，川普团队的这些诉求还没有得到法庭的印证，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印证那现在所有的这些都还是川普的律师团队的一种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选举制度有没有漏洞？是有漏洞，有没有错误？一定有错误，但这个错误会不会改变？是不是导致现在选举结果？或者这个错误会不会的纠正会不会改变选举结果？要看法庭的判决，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看不到，大概就是这样观点，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没什么好说的，就剩一些大法系自媒体还在用这个话题骗流量和广告。川普做各种动作是准备交易筹码，毕竟还有一大堆的麻烦在身。川普其实在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这个诉讼这件事情往前推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川普应该做川普总统应该把这件事做完。为什么？不管怎么样，美国人要知道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应该通过法庭来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川普总统在完成他本任期的剩余任期那么他在这个方面的动作并没有停顿该做的都在做。川普总统主要是在做这2件事情那么尘埃落定，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只有一个时间点。什么时间点？我告诉大家我们把这个我们做一次科普好，我讲一下这个关键时间节点
12月14号啊，12月8号是什么？12月8号就是各个州要确认各个州的选举结果。12月8号是个选举结果，各个州一定要确认你的选举结果。如果你在12月8号不能够确认你这个州的选举结果，那么你这个州的选票不会计入投票的这个情况。所以不管什么情况，在12月8号之前，州涉及选举的诉讼也好，各种官司也好，全部都要结束。12月8号，这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第一个。第二个，12月14号，538名选举人就是通过这个确认选票选出来当地的各个州的选举人，跑到什么呢？跑到华盛顿去投票投给谁？然后这个投票结果在1月6号参议院跟众议院联席会议由副总统主持，确认各个州投票的结果，宣布谁当选总统，谁当选副总统。也就是说，在1月6号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在法律上已经成为总统，就是成为后任总统。那么但是在此之前，大家可以看到结果，因为实际上那个票是在那里的啊，但是这有程序。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讲谁是总统，但是只有到1月6号那个时候就知道谁是后任总统。在此之前只是说他已经赢得选举，这个选举是已经有结果的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是没有我还是那句话啊，无论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啊，还是美国的媒体，我都是总体上我认为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基石。现在很多的网友在攻击这两样东西，我们看看呗啊。观点：王先生对这次美国大选判断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一，相信美国200多年的宪政政体。我的看法，再完美的历史表现也无法保证现实或未来不发生不好的变化。不仅逻辑如此，史实也不胜枚举，必须保持警惕，与破坏或有损宪政的势力做坚决斗争，才能拯救自由民主宪政于危难。二，没有大规模舞弊的确凿证据。我的看法是，时间如此之短，而舞弊团伙精心做了长期的准备，当然很难得到确凿的证据啊，实锤证据。我一点都不反对大家对选举制度或者宪政体制进行挑毛病，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说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把问题举出来，我们来去纠正这个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非常正确，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只是没有接受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以宪政以我们现在和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时候，去用我们对竞争对手的竞争手段来质疑我们的宪政体制。我不支持的是这个，理解吗？哪有没有毛病的体制？没有毛病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的就不断的纠错啊。民主政治才是毛病最多的体制。最完美的体制是什么？最完美的体制是独裁体制。为什么？因为他想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因为他这个体制是随时可以塑造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没有毛病，他只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坐在顶上的那个人，就是你谁坐到那顶上，这个机制本身是荒谬的。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可以完美。民主体制、民主政体正好是反过来的，
因为你要迁就各方面的利益，所以你的政体一定是七扭八歪的，没有那么美观。为什么？因为你要照顾这么多的利益体，所以你从外观上来看，独裁体制才是美轮美奂、完美，那是个完美没有缺陷的。民主政体是千疮百孔的，因为它要迁就各方面的利益，弱势群体、少数群体，所以你一定是不那么光滑的，一定是千疮百孔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你就民主政体的核心是什么？民主政体运作的核心就是不断的纠错，不断的去纠错。谁来发现错误？媒体。媒体是发现错误的，他就是去挑毛病的人，所以不断的去纠啊，这里错了改一下，这里错了改一下。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说大家知道民主政体就是不断的纠错的过程，民主宪政没有完美，根本谈不上完美，跟离完美不搭界，这是第一个。从逻辑上我告诉大家。第二个，我反对的是什么？我反对的是我们有些人去用攻击对手的过程当中否定这个体制，我反对的是这个。你说他的毛病就是他的毛病，但是你说背后有天大的阴谋，说民主党花了那么4年的时间组织一场全国性的舞弊，然后为什么民主党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被中共收买了，这个你信吗？我不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零。为什么？我不是说我是，当然有很多人在留言区，有些人说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拜托，拜登我都没讲过几次，我怎么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我觉得不管是谁的支持者，像一个这么完美的阴谋故事，那你要很多的证据才行，否则的话那真就是故事啊！我只能说这么多啊。所以你可以继续保持你的怀疑，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还是要坚定的捍卫什么？捍卫美国的宪政，我会坚定的捍卫，我也会坚定的捍卫美国的媒体啊！我不会为美国的任何一家媒体辩护，但是我仍然认为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新闻界是美国政治的基石，是美国的第4权，美国第4根支柱，是没有问题的啊，它仍然在发挥这个作用。但是你说他某一个媒体在某一件新闻事件上表现不对，我没有任何意见，你可以去批评他们啊，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不会为任何一个媒体辩护啊。情况，今天看到一个批评体制的微博号博主的朋友圈，他的一些客户在他的帮助下去越南申请绿卡了，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主，孩子可以在越南读台湾办的国际学校，将来可以去台湾或者海外留学。 OK 啊，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啊。情绪在墙内明显可以感觉到经济下滑，舆论收紧，最重要的是民智一退千里，以前的渔民顶多是蠢，现在已经开始以坏为荣啊，这个说的非常准啊。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看不到底，能走的赶快，凛冬将至啊。提问：土共的知识产权不是偷的吗？为什么每年还花这么多钱买知识产权？我估计是他们说花了很多钱，目的就是封别人的嘴，偷窃的嘴。不是的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安卓手机平台是要收钱的，一年收多少钱？我印象中好像是$5，每一个手机装上它的安卓的这个手机供应商要给谷歌$5，这个跑不掉的啊。所以这个这些都是要收钱的，你把事情想绝对了啊。提问：王先生，感恩节快乐，我是香港人，很喜欢看你的节目，你对香港时局的分析深入透彻，讲良心话，感谢你为香港人发声，
最近做了一份施政报告，我本人倍感失望，希望王先生做一期节目解读和点评施政报告。老实讲，我真的不屑做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啊，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刽子手，林郑月娥已经成为一个刽子手。什么刽子手？就是扼杀香港的刽子手啊！就是说，当然这件事情当然有个更大的刽子手在北京啊。那么现在他在香港，他就是个刽子手，所以他的施政报告我真的不屑去评价啊，我不屑去评价，所以我不想做。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别的，就2个字：恶心啊！提问：王老师在国外留学，下学期还是上网课，想冬假回去，下学期在家上网课，下学期再来。王老师觉得如何？我觉得明年上半年就应该 reopen 了吧？啊，还上吗？我知道他们是这么安排的，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来看看吧。而且在这边打疫苗不挺好吗？为什么要回去呢？大家别忘了，疫情还是在继续发展的，你说呢？啊，能不回去，尽量不要回去。为什么？你不能确保你还能回来啊。好，明谢 Crab J， 谢谢 Happy Thanksgiving，Appreciate your hard work， 谢谢 Jenny 唐，谢谢王先生，感恩节快乐，感恩有你，谢谢 Tony， 谢谢。可能学数学的关系，11个月前初次看王老师的频道，对某些观点也是将信将疑。可是王老师基于事实的推断又让我感觉是对的。为了证实我自己的判断，我找了几个当时骂王老师的油管节目看了1、2集，着实被恶心到了。从那时我加入了会员，并推荐给朋友们，其中好多都成为王老师节目的忠实观众。王老师感恩节快乐！非常感谢啊，我也是这些天也是深有感触啊。深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的确很多人在骂啊，我看到很多我们的会员啊，就是深陷其中，深陷这场选举当中。老实讲，我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并不是说我尽量的保持我的内容是中立的。但我也是有看法的，那么我的看法会影响我的选择这就也是一种表态。但是我尽量表现的中立啊，尽量表现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客观，中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客观，就是你讲的每一件事情后面是不是有事实依据，然后你的观点是不是和事实相匹配，中间有没有逻辑关系，你得把这个东西搞明白。我尽量的在这场选举当中，我尽量的做，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没办法迁就所有的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昨天的这个节目，比如说昨天的这个拜登的中美关系，讲这个习近平给拜登发贺电，然后我就分析中美关系的初步的看法，因为已经有一些信息出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这个时候看到有一些苗头，我当然要跟大家讲这个要做的啊。那么很多人就在评论区骂说你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你就怎么就肯定拜登就当选了呢？那拜托，习近平给拜登发贺电，这是事实啊，对吗？我们基于这个新闻的事实，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如拜登成为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未来会怎么样发展？现在做这个题目不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呢？万一他不当选，他没当选，你就把这个节目忘掉不就完了吗？又没有什么损失，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当选的可能性还是比川普要高啊，因为他现在川普要推翻选举结果没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并不过分啊。那为什么要攻击我？我做这个是我的职责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也是很有感触。我今天也在这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些支持者，我知道你的意愿，我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去看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基于什么？都基于新闻的事实啊。
联邦总务局他给拜登一封信，这封信反映了什么？你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会做这个节目，我不会做这个节目。然后这个国防部发表一个声明，我们基于新闻都是基于这个基本的事实来的。你说你的判断错误，我可以判断错误，没问题，是时间会证明我们的判断有没有正确。但是这基本事实没有错，你不能说要求我去做你想让我做的，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州的这听证会，这不是一个听证会啊，这是共和党举行的一次集会，它叫听证会，它没有法律地位的，它不是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举办的听证会，这是共和党人举办的一个集会，它叫听证会，它不是不具有法律地位。你说我一定要报，那是你的想法好吗？如果你想报，你开个频道自己报去好了。我有我的看法，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那些攻击非常的不合理，好吗？副台伟大领袖参谋长，感恩节快乐，什么意思？我没看懂。Sophie 萌，谢谢。Ada 梁，谢谢。精神细腻萨格尔王，谢谢。王老师加油，不必迁就那些心理上的巨婴，一些人不爱接受现实，就不要接受好了。邓丹，谢谢啊！我还是在这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理解，对这个世界有感恩之心，好吗？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